在6月23号，我国央视栏目《央视军事》中报道，我国东部战区的第71集团军麾下某部在近期已经展开长达3个月的密集红蓝对抗实弹演练，其中最核心的演练项目是围绕城镇进行立体夺控联演。在曝光的对抗演练中，红方作为进攻方，利用全新武器装备对据守城镇建筑中的蓝军进行侦察定位，并演练在复杂环境下的合围、破防、控夺战术。按照官方的说法，在过去的3个月时间里，我军第71军麾下组织了100余波次的城镇夺控演练。在对抗中，我军为巷战进行研发的一些新式装备悉数登场，比如方便在复杂建筑物内作战使用的内窥镜、微型无人侦察车、多功能护目镜等等。而为了提高靶点效率，作为进攻方的红方更是采用多种合围、多点突入的方式，立体化的消灭据点坚守的蓝军。第71集团军隶属于东部战区，长期驻扎在江浙沿海地区，一直被外界视作是对台主力部队。而基于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台海局势持续敏感，我军这支对台主力在此前进行了长期的巷战演练，如今又经历了复杂城镇环境下的立体夺控演练，这种态度已经可以算是一种对台海局势未来走向的默认了。有观察人士指出，自从美军军机抵达台湾机场之后，中国大陆坚守的和平底线已经被岛内部分东西践踏。自6月以来，我国已经有多支部队明确表达求战意愿，也侧面展现了我国对当前台海敏感局势的态度。从最开始的绕台空军主力轰6K 发射长剑20，完成远程精准打击，到我国东部战区第80集团军打出准备打仗的标语，再到同为东部战区的72军频繁进行渡海登陆作战演练，如今又曝光了第73集团军进行城镇夺控演练，加上就在几天前，我国高调曝光夺岛神器075型2栖攻击舰，我国对采用何种方式统一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朗。在今年的1月底，我国国防部十分罕见的就台海问题发声，并为此定下一个基调：妄图分裂，必然让台海地动山摇。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场面话，但其实背后的准备工作早已在进行中，只等东风。最近一段时间，英国的自由航行之旅似乎不太顺利。在四处租借军舰、战机组成航母编队，高调宣布出航的时候，没想到在第一站就被俄罗斯堵在了土耳其港口。显然，英国觉得面子挂不住，所以在美国大哥的牵头下，趁着32国在黑海演习之际，英国军舰又再次强闯俄罗斯领海。不料这次真的把战斗民族惹恼了，俄罗斯军舰、战机同时选择了开火警告。据俄罗斯国防部6月23日消息称，一艘英国护卫者号驱逐舰在没有通知俄罗斯的情况下，擅自越过俄边界，进入了俄罗斯领海3公里。在俄方一再警告下，英国军舰并未做出回应，还继续向前航行。这种情况下，俄军舰只好选择开火警告，逼迫英国军舰离开俄罗斯领海。与此同时，还有一架俄罗斯黑海舰队航空兵的苏24M 轰炸机向英国军舰航行的方向投掷了4枚炸弹，很显然这是冲着吓唬英国去的，所以并没有导致军舰受损和人员伤亡。但是这种做法也着实让英国捏了一把冷汗。在4分钟后，护卫者号驱逐舰就从俄罗斯领海离开了。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俄军开火示威这件事，英国国防部立即发表推文回应称，英方不认可在航行时遭到俄罗斯开火警告的说法，他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俄罗斯在演习罢了。很显然，英国这是在遭到羞辱后强行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不过，他们自欺欺人的做法很快就被俄罗斯无情地拆穿了。据悉，在英国否认后，俄罗斯国防部立即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内容正是俄军舰和苏24M 轰炸机驱逐英国军舰的画面。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挑衅时，俄罗斯的做法一直都是非常的强硬，以至于每次传出俄军反击的新闻，都会让国人在拍手称快的同时，还戏称战斗民族又来给中国上课了。但是事情都会有两面性，有人呼吁学习俄打法的同时，也会有声音提醒我们要冷静。比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表示，他不建议中国学习俄罗斯刚性对待英国挑衅的做法，因为中俄国情不同，所以在面对外来挑衅时，也不能一味的照搬俄罗斯的做法。最后，我们想说，胡锡进的观点还是十分客观的。虽然俄罗斯硬派的作风值得我们欣赏，但是中国打太极拳的处理方式也是非常具有大智慧的。而且事实证实，中国对周边复杂局势的控制力总体正在不断上升。因此，我国只要坚定自己的发展战略，那就一定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最近接连发生了2件事。第一件事，浙江海事局刚刚发布航行警告，说是自6月21日到7月4日，解放军都会在每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7点在东海进行实弹演训。而在24号当天，美国2架侦察机就兵分2路，一个朝着东海走，另一个朝着南海去，进入了中国专属经济区的领空。其中一架RC-135W，一架RC-135S，分别是电子侦察机和导弹监视机。当然，导弹监视机也就那么恰到好处的是在东海上空侦察，所以不少人认为必然是前来监视解放军在东海的演习，收集解放军弹道导弹数据的。其实要说起来，美国这种操作最近几年可谓是时常发生，有时候甚至要一天发生好几次，所以很多人都见怪不怪。毕竟美国又没有动手，解放军也不能打下来，不是？当然，有一些网友会说，为什么总是不打下来呢？这其中影响因素比较多，也就不一一解释了，咱们只需要相信解放军就好。而第二件事，美国众议院表面通过了废除伊拉克战争授权法，而这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总统拥有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动战争的权利，而这个法律一废除，也就代表了国会收回了拜登能够发动战争的权利。这2件事看似并不相关，但是笔者想说的是，如果联系下美国最近的动向，就会让人觉得2件事或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最近美国不少专家公开表示，中国不会在近1-2年内武力统一，因为有难以跨越的重大问题。其二，美国还有一些专家怂恿岛内让美军在台岛常驻一支装甲战斗部队。这2点都很明显的是在向台岛发送错误信号，让台岛近2年继续和解放军闹，最好是频繁踩上解放军的红线，逼中国直接动手武力统一。而收回拜登的权利，则是美国如今在台海和南海吃的红利少了，国会希望美军收手，但是美军也不是好打发的，派出军机继续自由飞行就是一个试探。如今美国军方不舍得撒手中国这个财富密码，但是美国国会却希望从大国竞争方面获取更大的利益。虽然都是压制中国，但是过程和目的不一样，所以对于这件事，解放军应该要警惕起来了，早早找到应对办法才好。近日，美国首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出席听证会的时候，信誓旦旦地现身说法，表示早前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和现任印太司令阿基里诺有一个观点很正确，那就是中国控制台海的时间将会从2035年缩短至2027年。不过这虽然正确，但是对于中国已经做好决策准备武力统一却并不正确，因为解放军仍然有无法克服以及无法跨越的重大障碍。所以中国正在以2027年为目标，但是在最近2年内却不会统一。解放军2年内不会统一的原因是有重大障碍没有克服，无法跨越。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美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米利表示，目前台岛人口众多，并且拥有足够的防卫能力，而这些将会加大解放军实行统一的成本，并且成本非常复杂且高昂。反而是统一台海对于解放军来说并没有足够的利益，这也就会导致解放军会思考在成本和利益之间会做出如何的选择，而选择成本的可能性非常大。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还不止米利是这么看的，另外一位专家也对这件事表示的赞同，甚至还补充了一点，那就是反潜实力。这位专家是美国安全智库的运营长汤普森，他表示，如今中国正在整合多种感测器和载具，打造针对南海和东海的多层反潜防线。所以中国在没有能力阻止美军舰艇潜伏在南海和东海活动之前，不会率先动武。所以这就是美国常年在中国周边以武犯禁的理由。说实话，美国这就是自己是什么样，就看别人也是什么样，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今中国没有统一，也不过是顾及同胞的感受，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而已。在能够和平统一的情况下，中国是绝对不会开火的。而一旦开火，那么必然是触犯了中国的绝对红线。如今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之地，这件事中国也不会去做。而美国专家补充的所谓重大障碍，也就是无稽之谈。反潜实力虽然是中国的薄弱项之一，但是现在即便和美国仍有差距，却也并不是多么难以跨越的。更不用说，就算解放军如今直接统一了，美国难道还真的敢对中国动武，就不怕第3次世界大战？毕竟台海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这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对这里拥有绝对的主权利益，所以如今美国屡屡干涉台海，插手中国内政，还真是丝毫不知所谓。